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官方的更新情报终于来了，我们终于可以看到这个新的文明是什么争议了。那么就如我猜的一样，这个是步兵文明，所以它是增加步兵的生命值 5%， 集结所造成的伤害提升 5%， 采集石头的速度提升 10%。 这一 T4 T5 的设计就如我之前猜的一样，就是我们看到预告里面长什么样子，它出来就是长什么样子。只不过 T4 真的如我想的那样，它就是把那个金色的稍微改一下就变成银色。枉费我在之前还说官方这一次很用心，结果它的用心还是一样的。接着是统帅的技能啦，这一次官方是直接公布了，我们连那个消息都不用去找。不过这两位统帅是新文明而给的统帅，所以他们的技能强度呢跟我们现在第7代第8代的统帅是差别很大的，你们不能拿它跟我们现在新的统帅来做比较。首先我们看紫色的统帅，伯里克利的技能是步兵驻防辅助，所以我是猜对了一个辅助。首先第一个技能会开启一个护盾，吸收伤害1000点，持续3秒。这个护盾也是可以恢复兵力的，治疗效果提升是 5%， 还有步兵的速度增加 20%， 步兵的攻击力提升 10%， 步兵的防御力提升 10%。 当伯里克利驻防你的城市时，这里只是写城市而已，没有包括据点啊，会造成 10% 的伤害。当伯里克利受到普通攻击时，有 10% 的概率降低对方的普攻伤害 30%， 持续3秒，冷却时间5秒。你们有发现到官方把那个冷却时间分开来写了吗？这个应该是新的描述系统，把它分开写会比较清楚一点。那么觉醒技能是第一技能的加强版，我在前面有讲过了。不过还没有觉醒之前呢，它是没有治疗效果提升，要觉醒之后才有是 5% 加成，然后吸收伤害从原本的700变成1000。基本上伯里克利紫色统帅也不用讲那么多了，比较起来我还是觉得硬和田好一点。这个紫色统帅纯属一个辅助吧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输出。不过紫色统帅我们也不要强求这么多了。这一技能特效是开一个青色的护盾，就像它的主动技能描述的吸收伤害而已，也没有什么让人特别震撼的技能效果。接下来金色统帅皮洛士，造成直接伤害1400点，并且提升 20% 的普通攻击伤害，持续3秒。步兵生命值提升 10%， 步兵的行军速度提升 15%。 当部队在野外时，额外提升该统帅的普通攻击伤害 20%。 当在领土时，步兵的攻击力提升 20%， 受到攻击时有 10% 概率开启一个护盾，吸收伤害500点，持续3秒。该统帅受到的技能伤害减少 20%， 护盾还生效的情况下，对方造成的伤害提升 10%。 觉醒技能所率领部队受到普通伤害时有 10% 的概率使攻击目标攻击力下降 30%， 持续3秒。那么以上就是皮洛士的技能啦，它是步兵通用防御，它的技能强度也算对得起 K1 K2 吧，你不要拿它来跟我们现在第7第8代统帅来做比较，这个差太远了。这一技能特效就是刺2刀，不过也是因为他是 K1 的统帅，所以你们也不要要求他技能特效到什么程度了。由于这一次是新文明的关系所以会出一些活动。当然的，今天我们看的这2个新的统帅也可以通过白嫖的方式获得。那么首先中间的部分呢，就是我们每天登录可以获得皮洛士之外，也可以获得伯里克利。之前我看观众问我会不会获得转文明的道具，是会获得的，在第2天就可以拿到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加速宝石之类的。不管怎样都好，你到最后一天第7天都是可以获得皮洛士，召唤它之后也可以去买历史书写者。不过假设你最近都没有时间去玩这个活动的话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这2个统帅之后会加入白银或者是黄金宝箱。左手边的抒情其实是官方举办的一个活动，你们要装饰斯巴达王的图片，然后官方他们会公布出来放去社区给人家投票之类的，算是一个小社区活动啊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玩。右手边是联盟竞答，如果你们之前有玩过的话应该都有印象，就是回答问题而已。至于下面的指南针是什么东西来的呢？就是这一次的活动，这个活动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吧，每一次都会出现了。完成指定的任务之后就可以获得道具，道具可以拿去兑换其他物品，物品还有包括这一次新的皮肤。那么各位要注意一下，这个皮肤呢并不是这一次希腊文明的皮肤，而是活动皮肤。步兵生命值提升 5%， 工兵的攻击力减少 5%。 不过看了这一次的活动呢，感觉这个皮肤是可以白嫖获得啦，所以你是骑兵玩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考虑一下。那么希腊的城市皮肤长什么样子呢？是长这样的，你们看到这个颜色是不是有点接近？我一开始也是误会，为什么这个希腊的皮肤跟这一次的活动皮肤这么接近啊？不过你们仔细看的话，其实它有一些地方是不一样的，比方说楼梯啊、门口的部分。城市旁边的雕像也不一样，像左手边的城市呢，它的士兵是拿着刀的，右手边是拿着长矛跟盾。
所以各位真的不要误会，左手边才是活动皮肤骑兵的，右手边是没有加成的。文明原本的皮肤是没有加成的。现在你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讲设计师已经是没有收到薪水很久了，又或者是他们已经没有想法，连2个城市皮肤都弄到这么接近。接下来新的 KVK 神机妙测，这个 KVK 就是之前公告里面有提到过，有分成 S、A、B、C、D， 有新的组队模式，还有之前提过的什么卡槽之类的。这个卡槽我看到有一点像我之前介绍的那个游戏，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，有区分领袖、战斗、辅助、通用，每个不同的属性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技能，而且选择性还蛮多的。不过今天的影片我只是大概说明而已，我还是需要时间去研究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怎样玩的，而且它每个不同的选项都有不同的效果。像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地图啊，所以我不能确定它这些技能到底是拿来干嘛用的。不过我看到通用的部分确实是很通用啊，它有一些是治疗，有一些是采集的，感觉也是根据需求来选择你要哪一些技能，有一点类似像尼罗河之王吧感觉。那么还有尖塔的部分，还有新的集结系统，你不需要等时间过了才开集结出去，只要你的部队全部到齐了，集结就可以直接出去了。这个地图也是一样有水晶科技，这里写有12个统帅。那么我看到官方拉到下面去呢是没有写有迷雾的啦，所以这个地图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也是没有迷雾的。至于会不会有驻地技能呢，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大，因为官方都有讲了有那个什么兵种卡槽，我觉得那个效果跟助阵技能差不多了，如果再加上统帅的助阵技能的话，恐怕这个地图应该会很难玩。不过现在比较起来，如果那个卡槽呢是每个玩家都可以获得一样的，只是可能消耗一些点数啊，又或者是你要完成一些驻地任务才可以获得那个援币的话，这样我觉得对于一些平民玩家来讲还好。像我之前我玩过那个英雄战歌跟奥尔良之围，英雄战歌还好，统帅选择并不多，像奥尔良之围影响就很大，像我全骑兵玩家就很难有一些统帅搭配助阵技能可以搭配出去。那看情况，这个东西呢应该是不需要钱的，像尼罗河之王这样子，你随着时间慢慢增加就会获得，并且我看这里的规则是写每70个小时可以免费更换一次，所以我的理解是就算你没有拿到更换的道具也是一样可以更换，就是那个时间会比较长而已。那么这个地图长这个样子，它是有分成6个阵营的，当然这个地图我要去研究一下它门口的位置啊，圣殿的位置要怎么打，之后再做一个影片跟大家解说。接着是洗练功能，现在可以锁定了，那你们可以看到锁定之后在右手边呢，它是已经锁定了步兵攻击力 3.3%， 而且官方这一次也算是良心了，洗练道具没有想到这么容易获得，30个银币就可以换到1个了。我相信你们蓝色紫色的那个军旗应该蛮多，拿去随便换换一下都可以换到了，并且它是每周更新，所以各位记得要去兑换。不过当然的，它最多每一个军旗只能洗练10次而已啦，能不能洗出好东西呢，还是听天由命吧。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抢先看，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